我最喜欢跟人家合作的，但是动物防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。然后他们那一年主题跟猴子有关，他希望可以研发一款口味跟猴子有关的。大家都会想说，猕猴爱吃不就是香蕉吗？没有，其实他们更喜欢吃。欢迎收看 Welcome， 我是徐雅竹。如果说到冰淇淋的话，给人的印象就是很疗愈，但是有一点点的罪恶感。不过今天的来宾呢，他把冰淇淋里头的糖还有油脂比例给降低，然后使用台湾食材来取代添加物，而且还甚至登上过总统府国宴。我们欢迎爬哩趴里的创办人 Miki。嗨，大家好。我想要先问问看，你是无添加物。那冰淇淋里面到底有哪些添加物？会有乳化剂跟安定剂，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它会用另外的名词来写这一串添加物，比如像关华豆胶、赤怀豆胶。我家就是我爷爷就已经开始做欧式冰淇淋，所以我小时候吃的就是欧式的冰淇淋。我家开始没有做冰淇淋之后，我就很少吃市售的冰淇淋。为什么？早期可能会就问我，我就会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话，我就会知道，可能8%、9%的原因应该是添加物。所以最原始的做法，它是用什么来做？最原始的话就是牛奶、鸡蛋、糖、鲜奶油。你算是接手爷爷那一辈的店面吗？还是说是你自己在？我是全部重来。是他后来就没有再做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小学毕业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点。就是以当时候来讲，我们家有铺货到很多的戏院啊、游乐场啊。哇，所以你们卖到很多通路去？对，因为我们家做的就是单价比较高。外面那时候一碗面大概15、20块钱，然后我们家冰淇淋一个是40块，那很贵哎。但是那时候在台南就有这样的冰淇淋哦。那怎么会收起来？因为听起来就是你们规模也算大的话。1994年、95年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的食品工业崛起的时候，开始有更便宜的冰淇淋出现了，开始有录影带，电影院也是一直变得慢慢的收起来，然后再加上我兴趣缺。是哦，那时候他们有问你要不要？他们就说你以后想要做冰淇淋吗？那时候你几岁？就大概小学5、6年级。小学应该还不会有想法吧？会不会？会有想法，但是没有觉得还好，不想要。做冰淇淋很辛苦，因为很重，要到处搬来搬去这样。对，那时候就觉得我只是想爱吃那个冰淇淋而已，只是想吃。对，但做可以不要吗？但我在想，我的因素应该比较少啦。对，你应该可能占1%吧。你是到什么时候才觉得说好？那我想要做以前阿公那一代的那个冰？其实我没有想要做冰，真的哦？对，我很喜欢会计，然后跟资讯，我就回南部念会计资讯研究所。会计？对，会计所。我只想说，我念完之后，那我就要再回北部工作。但是这2年的工作我要做什么？所以就在想，要不然我来把我家的工厂开一开好了。因为我对环境议题非常喜欢，原本就想说，那我改一个空间，我可以来做倡议，可以在里面有一些办活动啊、讲座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各种不同的题目在里面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有定位它会是冰淇淋店，但台南人针对吃非常的乐于，就是好吃的东西，他会愿意掏钱出来。然后我想说，好，那这样才有机会让我的这个空间就是可以损益两平。所以那时候就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卖吃的，冰淇淋就放在我的选项里面了。还有就是饮品啊、跟松饼啊这些比较轻食类的东西，可以让大家来这个空间里面参与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可以吃。当时我选的食物也觉得很好，因为食物其实就是最接近跟环境议题有关的事。对，就是你选的食材其实都是可以跟环境有关系的。那我就可以透过食物来跟大家沟通，就是你觉得如果它很好吃的话，他们或许有机会想要听你讲话。我不讲的话，也可以看看菜单。菜单上面就是写一些小小的故事，比如说我们用的鸡蛋，就是它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比如说它都走在地板上啊，然后它有很好的空间可以活动啊，让大家在等餐点的时候，它可以稍微的看一下。早期的时候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研究过一本书，就是绿色资本主义。我们可以做对环境好的事情的同时间，我们还是一间盈利的事业，就在思考在台湾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间公司。然后那时候算起来就是可以呀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们那时候销售状况都还蛮好的，而且大众的接受度也都很高。对，所以
我们就开启了这一条就是不归路。我后来才知道我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品类。冰淇淋最困难，就是所有商品里面，冰淇淋就是一个对温度非常敏感的商品，再加上我们又是无添加，所以它很容易化掉吗？对，我说的一条不归路，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回来对于产品的本身重新再设计、重新再做修正的一条路。就是在这当中，我们来来回回的解决了冷链这一块的问题了。结果我们跟餐饮合作的时候就，很多问题跑出来。其实我们到现在，我们都一直还在优化。还是哦，对，到现在已经几年了？创业16年了。16年还要继续优化下去。对，但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些冰淇淋口味也蛮特别的。就之前有看到什么猕猴爱吃跟水蛭菱角，这些由来是什么？它由来很好玩，是我们跟那时候社会企业的伙伴，他们是在做动物防治，所以他那时候就找我说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合作？我们就想说，我最喜欢跟人家合作，但是动物防治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。然后他们那一年主题跟猴子有关，他希望可以研发一款口味跟猴子有关的。大家都会想说，猕猴爱吃不就是香蕉吗？没有，其实他们更喜欢吃桃子或柑橘类的食物。哦，是哦。对，这个口味它是混了2个不同的水果，一个是柳丁，然后那时候特别还用了先给猕猴吃，之后才给人吃的猕猴园的，就是当产季来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去驱赶猕猴没有吃到的，那些他们才会采收卖给大家这样子，所以它就是超级友善猕猴的果园，真的对，然后我就说这个如果猕猴都吃完了怎么办？对，他后来就真的吃完了，所以这口味就没了。对，就因为就没有那一个猕猴园这个故事的食材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口味水蛭菱角。因为我们在台南，水蛭的保育区刚好就是在关田，也是在台南。我蛮早就有注意到这个题目，然后因为菱角在掰开的时候会有那个香气，你说拔的时候就有了。对，但是那个味道在冰淇淋的时候做不出来，它不会有那个气味在里面。刚好有一次我们在做那个焦糖榛果，在做这个手法，然后就说，那如果把那个菱角拿来裹上去会怎么样？结果炒完之后一吃，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味道？我想到了，就是那个糖炒栗子的味道啊。然后加上焦糖就会变这样。对，但为什么会有糖炒栗子的味道？很怪。结果后来回去查很多的资料才发现，原来菱角它在它的学名上它是水栗子，后来就把它做成口味就变成是焦糖菱角。后来大概在3年前，2023年，刚好有因缘际会，我们遇到了生物多样性研究所，他们在推广大家更重视石虎这个题目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连串的各种石虎的冰淇淋，因为现在石虎有那个石虎标章，对，我们就只要认明就是有石虎标章的，就是这些水果，如果在一般市场上采购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些。那我们也让更多人知道说，第一个是石虎标章是什么。然后第二个是石虎标章的水果有哪些作物，所以吃冰也可以认识这些环境的知识。对，环境的知识，因为很多人就会想说，为什么叫做石虎？是你们有添加石虎吗？听起来超不对的。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刚刚有讲到当初为什么想要做冰淇淋，其实冰淇淋一直都是我们的载体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冰淇淋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题目。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，所以友善农作的农友其实他们的农产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很多没有办法进到通路端的这些水果。如果大家有听过，它比较像是格外品。有机友善，它可能本来就已经比惯性农作来讲，就是会使用农药化肥的这样的农作来讲，它就有更多的这种格外品。一般农作可能 maybe 20%，但是有机友善可能会30%到40%左右这么多。那甚至到最近可能到50%都有可能。我们发现有一些农友开始在退场，因为一个是它的非规格品就越来越多，那他没有办法支撑他的经济来源的话，他就可能会不种，或者是他转种一般的惯性的，就是我不要再这样子照顾环境了，我要先填饱肚子再说，这无可厚非。更多的人会来问我们说，可不可以帮他们处理通路不要的这些产品，但是它很好，它真的很好，只是通路没有办法
就是接受。对，那我们就在协助他们解决这一段。那冰淇淋它其实就是果泥加上果浆，或者加上果干这些组合成的一个冰淇淋。那中间这几个东西，它其实就可以成为一般的商品，或者是它可以串接 B to B 的一些合作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，除了冰淇淋以外，我们的产品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合作的空间的可能性。了解。对，今天也真的很谢谢 M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说，就是冰淇淋不只是记忆中的味道，也是连接土地跟环境的一种方式。谢谢 Miki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